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东极岛预告来了，朱一龙一身血性，吴磊水下深潜，倪妮认不出。暑期档真正的重磅来了！就在刚刚，管虎、费振翔共同执导，朱一龙、吴磊、倪妮领衔主演的东极岛定档8月8号。我以为大家会被预告片中恢宏又残酷的特效画面所吸引，没想到预告一出，所有观众都被演员的表现彻底吸引眼球。朱一龙不儒雅了，小麦肤色彰显蓬勃生命力，让人血脉喷张。经过了长期专业训练又7个月的拍摄后，这位并非观众记忆中的动作演员，已经能做到水下闭气几分钟的动态摄制。倪妮不再是那个红毯女王了，一声怒吼野性十足。吴磊不再是稚嫩少年了，绷紧肌肉线条蓄势以待，凌厉目光中透出一股狠劲儿。这部历经6年筹备与200天的艰苦拍摄，终于在2025暑期跟观众见面的历史战争大片。之前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放出17分钟片花，就震撼了到场观影的外国观众。虽然之前已有几部暑期档重头戏定档，但不得不说，这才是暑期档真正的国产工业化大制作。东极岛的预告片发布后，我看了好几遍，看点不少。接下来就带大家提前登岛，看看究竟。讲的啥故事？东极岛的故事，预告片已经显山露水。2战期间，浙江东极岛救人的中国岛民，英国战俘与杀人的日军。只要把这几个要素列出来，电影的内容、风格与主题就会在我们脑中有一个基本框架。而影片的核心故事，已经有一部高口碑纪录片展现过，就是豆瓣评分高达9.3分的《里斯本湾沉没》。不夸张地说，这部国产纪录片真的很像 BBC 的历史纪录片，史实丰富细致，故事线索清晰，没有任何煽情的讲述，完全靠故事本身的丰富、历史的厚重、人性的真挚以及事件本身的冲突抓住观众。而观影的过程中，最打动我的，无疑是影片发展到大约第82分钟时，东极岛渔民出现那一刻。他们就像阳光一样穿越时空，为纪录片带来了扑面而来的感动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要是能有一部讲述东极岛渔民救人故事的电影就好了。没想到管虎还真把它拍出来了。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打底，电影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东极岛的故事并不复杂。2战期间，中国舟山海域附近，一艘承载着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被意外击沉，上千名英军战俘被日军封锁于船舱内，任其溺亡。绝境之时，东极岛上的一群渔民毅然前来，展开一场国际大营救。在惊涛骇浪中，手无寸铁的舟山东极渔民面对日本人的暴行，划着小船，冒着枪林弹雨，营救了384名即将溺亡的战俘。看完预告就能感到，影片整体透着一股狠劲儿，从故事到角色浑然一体。预告中，缓缓沉没的巨轮内，英军战俘尸骸遍布，面对日军的镇压，纵火杀人。日军火艇的炮火威胁，东极岛上的一群渔民依然恪守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有人落海，一定要救。虽然故事不复杂，但战争片要想好看，主线剧情越直截了当越好。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剧情节奏是否给力，戏剧冲突够不够密集。目前影片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实，无论是片中的各种场景，还是一身黝黑的演员，都看上去有种历史沉浸感，一种超级大片的既视感迎面扑来。历史不该被遗忘，历史上中国东极岛渔民的义举更值得被纪念。历史就是历史，它摆在那，任由时间浪花冲刷而愈发清晰，最终成为一道丰碑。影片的意义
正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故事和它所体现出的闪着光的人性的善良。二、啥阵容？东极岛的导演是管虎和费振祥，前者拍摄过《八佰》《金刚川》等战争大片，后者去年刚刚端出了一部国剧神作《山花烂漫时》。这两位导演合力，影片品质就有了保障。再看主要演员，首当其冲，朱一龙。这几年的朱一龙人生大事《消失的她》和《变的错误志愿军存亡之战》一路演过来，各大奖项都拿了，各种题材的戏都演了，影片票房节节高，风光无两。但这次对他绝对是全新的挑战。朱一龙饰演的渔民领袖阿碧，预告中浑身是血，正面硬刚日本人，手刃一名日寇，像是杀疯了般蛮眼狠厉。还有朱一龙从水中缓缓冒头的镜头，眼神张力拉满。昔日的儒雅贵公子，这次晒黑塑形，性张力十足，肌肉线条直接把我看傻眼。据说为了影片，朱一龙完成了一段水下闭气4分30秒、无氧深潜9米的极限动作戏。除了动作挑战，角色塑造也很有看点。这个角色生来躺着无畏。他不知道什么是大义，只想救一个是一个。朱一龙能否凭这个角色再度冲击金鸡影帝，我觉得有谱。再看吴磊饰演的渔民阿当，浑身黝黑，暴瘦至体脂率个位数的吴磊，也彻底颠覆以往少年形象。一场深潜到海底观察巨轮的戏，隔着屏幕也让人感到紧张。不过最让我惊艳的还是倪妮饰演的渔女阿花。第一眼我是真的没认出来，那个风情万种的倪妮，化身拍浪而起的东极之花，黑皮肤、粗布背心、凌乱辫子的野性造型完全融入场景环境。当她立于船头一声怒吼，那股女性的韧劲直接让我热血上涌。还有杨浩宇、陈明昊、倪大红的渔民角色，以及在八佰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李九霄，这阵容就一个字：极。国产顶级。三，还有啥看点？东极岛找来了管虎，自然而然就有了参考系，那就是八佰。这部国产战争片，至今都是近10年国产战争片天花板级的存在。管虎本人拍摄这类题材早已驾轻就熟，技术方面自然过硬。预告中呈现的类似巨轮沉、没等海难场面，全都传递出一种大片质感。而费振祥不仅在《龙岭迷窟》等剧中证明了自己驾驭野外动作戏的能力，更凭《山花烂漫时》证明了自己拍摄细腻情感戏的实力。说实在的，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导演阵容了。当然，由于题材实在太大、太厚重，跟大家一样，我最初也有过这种担心。但是看了预告片之后，我心里就有谱了。影片最直接的看点就是近年国产片少有的水上大场面。据说剧组在天气变幻莫测的东极岛上进行了实景搭建，一还原了多种形态的里斯本丸号，甚至在水下进行了大量高难度的潜水实拍。朱一龙、吴磊为了角色需要，都前进组接受闭气、潜水等特训。管虎说，主演的运动闭气时间已可以达到4分半钟，静态的时间可以更。而从预告来看，从深海实拍到海难特效，从百人救援场面到国际化团队协作，从水下视效，影片应该都在1比1还原里斯本丸号。无论倾斜船体救援、巨浪冲击等高难度场景，还是东极岛渔民与日军的缠斗，都可谓气势恢宏。伴随着紧张的鼓点，配合朱一龙倪妮热血高燃的表情，战争、海难、营救、杀戮、牺牲，一幅宏大的史诗画卷就此展开。从影片的预告来看，无论是电影质感，还是动作和特效，都绝对在线。经过时间沉淀，加上主创的投入，东极岛再造八佰的辉煌不是没可能。4. 能否拿到20亿票房？
根据早几年的信息显示，东极岛的投资很可能不少于5亿。现在结合预告片大量的水中大场面，我估计电影的投资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大，不会少。那么5亿的成本要拿多少票房才能回收成本？影片又配得上多少票房？我个人预估，影片在8月8日上映，正值暑期档最后冲刺阶段，大家观影需求经过了好莱坞大片的一轮洗礼，但国产工业化大片在这个暑期档是稀缺的，所以东极岛的上映刚好满足。再加上厚重的历史题材和演员造型带来的巨大好奇心驱使，我认为东极岛拿下20亿票房，仅凭影院票房已经能回收全部成本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如果口碑势头足够好的话，突破30亿，争夺暑期档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认为影片有2个最大的底气，一是演员。过去几年，观众对一些票房明星已经多少有些审美疲劳，港片急速下滑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观众看腻了那几张脸。反过来说，一些当打的新一代票房明星也是时候通过一些大片出头了。朱一龙、倪妮、吴磊不仅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面孔，这几年影视剧消耗也不大，又为本片做出了巨大投入，一旦有惊艳的动作或演技演出，很可能带动电影口碑大爆，无论个人或影片都能乘风破浪。二是工业化类型大片的优势。这几年，观众老吐槽国产电影越拍越像长视频，除了哪吒2，卖座的几乎都是喜剧或者惊悚片，而真正的工业化大片却是稀缺的。而东极岛却是扎扎实实的工业化类型片，而且除了战争，还有历史。除了战争大场面，还厚重的人性温情和深邃的历史反思。一旦引爆口碑，影片的社交媒体讨论度也值得期待。当然，一切票房的前提都是正片能保持预告片的品质。如果影片赢了，那就不仅是东极岛的胜利，也不只是朱一龙倪妮的胜利，而是国产工业化大片的又一场票房证明。浪越凶，血越烫，成与败，观众就在那里，有本事自己挣。